清平剑法扫井寻梅，碧水剑法青龙出水。面对叶战清的突袭，细雨一招碧水剑青龙出水，从出鞘到横扫对方妖技，再到入鞘，尽在顷刻之间，毫无拖泥带水。不愧是曾经黑石组织的王牌杀手。随着叶战清的出现，此时此刻，黑石组织的高手全员到齐。彩系是连绳，兵器为消石双刀及通天绳；雷兵兵器为飞针及双短刺；细雨兵器为软剑，名曰碧水剑；叶战清兵器为清平剑；转轮王兵器为转轮剑。此时场上局面呈2v2的态势。消石火刀，刀身上涂抹着大量处理过的消石材料，双刀摩擦之后可以起火。双刀法转身抡劈刀，左右平斩刀，左右面花背花。面对黑石组织的首领转轮王，连绳并未怯场，反而打得相当自信，因为他认为虽然自己屈居转轮王之下，但自己的武功并不比转轮王差。1对1单挑的话，自己未必会输。你我放对，鹿死谁手犹未可知。自信之下，连绳直接祭出了消石双刀的绝技八卦流火斩。上取八卦式，下走琉璃步，2个火点从八卦火刀之中蹦出，直攻转轮王。八卦流火斩名不虚传。上个视频中，很多小伙伴问我这样的拆解视频是用什么剪的，其实一台2手手机就行了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，我这台苹果13比新机便宜了1900多，省下来的钱都能买个表了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2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2手要靠谱。上面的平板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如此场面，不免让一旁观战的雷兵暗暗心惊。黑石组织有规定，黑石中人不可相互内斗，所以一直以来，他们这一群所谓黑石的高手，从未相互真正较量过，武功孰深孰浅，确实难以预料。精看连绳的八卦流火斩霸裂之中暗藏奸险，确实有跟转轮王一战的实力。雷兵心想，若是自己对上连绳这一招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。仙人指路，碧水剑法青龙出水，转马云剑攻击，刺剑反击，利剑格挡，清平剑法墨焰点水，回身点剑，右横斩。碧水剑法探海截流，显然细雨留手了。虽然叶战清是转轮王经过千挑万选之后才确定由他来顶替细雨位置，但是论天赋论武功，叶战清岂能和细雨媲美？你知道我能杀了，但是你没有，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细雨了。叶战清说的没错，如今的细雨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细雨了。曾经的细雨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，后来被路主以命度化之后，他只想离开那条道，开始一个平凡人的生活。他的剑也不想再重新染血了。而此时的连绳在使出了绝技八卦流火斩之后，并没有拿下转轮王，开始鼓动雷兵出手。雷兵，快杀了战清，再过来解决转轮王，快！雷兵在出任务时是黑石的顶级杀手，没出任务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爱做拉面的师傅，有娇妻在家，有个可爱的儿子。他心底里也是想要离开黑石组织，享受那天伦之乐，但他始终没有那个勇气背叛黑石，这也是他如今迟疑不决，没有出手的原因。进步分刀，右平斩刀，左上明刀，右下藏刀，横扫剑反击。连绳感觉再打下去可不是转轮王的对手，雷兵又迟迟不出手，随即一个撩袍抛火骚扰之后，转身翻墙而起，准备逃跑。就在此时，雷兵出手了，飞针突袭。雷兵的武器之一飞针包，包里藏着数十根大小不一的银针，令人防不胜防。而这飞针竟然是朝着连绳的方向而去，雷兵最终还是选择站在转轮王这一边。飞针一出，直接把连绳逼了下来。横剑格挡，后空翻躲闪，横扫剑格挡，转身退闪，锤剑再挡。雷兵共出13针，针针直攻要害，竟能逼得细雨一时无法施展碧水剑法。更让细雨佩服的是，雷兵的飞针竟然能从身体各个部位飞出，简直让人难以从容。这雷兵不愧是黑石组织的暗器大师。雷兵心中同样震惊，在他的神针之下，从未有人能够连续躲过10针，细雨是第一个。如此身法，江湖难寻。若是他再施展出碧水剑法，自己恐不能敌。转轮王眉头一舒，松了一口气。如果雷兵也背叛了他，那么同时面对雷兵、细雨和连绳的3人围攻，自己可能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赢。一旁的连绳在逃跑失败之后，再次硬刚转轮王，祭出自己的右翼得意秘技袖里乾坤。没想到转轮王无惧烈火，转轮剑突进而来，直接刺穿连绳左肩。连绳这看似魔幻惊奇的一招，迎来的却是转轮王的嘲笑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
你要练变戏法就变戏法，练武功就练武功。你总是喜欢把他们混为一谈，能活到今天，也算是件奇事啊。神仙锁进，神仙锁，此乃连绳的又一奇招，把绳子的一头向空中抛去。由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，绳头会停在半空中，施展者顺着绳子攀登而上，没一会儿便失去了踪迹。转轮王岂能给他机会？就在连绳攀登而上的时候，直接被一剑砍了下来。神仙锁就此失传了。解决掉连绳之后，转轮王放言，当年他教细雨避水剑的时候，故意留了一些破绽。看好了，后月不扫剑，避水剑法游龙戏水。面对细雨这一事，转轮王身躯微微后仰，转轮剑利剑而起，剑尖直接封住了避水剑的剑点，把避水剑震了回去，顺势回身划破了细雨的右肩，翻身扫剑再攻，刺剑反击，避水剑法探海截流。面对这一事，转轮王右手架剑挡住了避水剑，左手拿住了细雨的剑鞘，两只手一上一下螺旋发力，令细雨的剑身和剑鞘相互撞击，直接震掉了细雨的剑。细雨自知形势不利，又本无心恋战，直接逃离了战场。至此，黑石内斗最终以连绳丧命，细雨重伤收场。